我本是仙界受万神敬仰的9天神女，可如今却只能蜷缩在一间漏雨的柴房，吃些馊饭苟活度日。凡间的苦，你记下。只因我修炼时遇到瓶颈无法突破，师父见状便决定让我下凡历练一世。我出生的当晚就被大印国师奉为紫薇福星将领，皇帝第2日就来到相府，将我收为义女，赐封福星郡主。自此之后，干旱多年的大印变得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可他们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我以消耗寿命为代价，强行催动仙力而达到的结果。万水之源，因我感召，降为甘霖。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下雨的人们见状顿时哭了起来，大量的信仰之力汇入我的体内。从那以后，百姓们便为我立了许多庙宇，每日都有香火之力不断地向我涌来，温养我的根骨。父兄们也因为我福星的身份对我宠爱有加。我曾以为这一世的历练应该也就这样了，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将他在外的私生女霍晴带了回来，他向所有人宣布，霍晴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才是真正的福星。所言霍晴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才是真正的福星。父亲，您在说什么？那我又是谁？你只是恶仆调换的贱民之女，偷了晴儿16年的人生，你这个窃贼！这才真正的福星是霍晴郡主。当这个消息被父亲有心的放出去以后，大印王朝所有人都相信了。原来他才是那个冒牌货！一时间，我成为了整个大印王朝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哥哥对我也不再温柔。阿正，你占了晴儿16年尊荣，该知足了。就连曾经向我许诺过永远爱我的镇北王世子也变了模样。晴儿这般善良，你这卑贱之人莫要再欺辱她。而曾经将我收为义女的皇帝也对我下诏了圣旨：福星郡主霍征德不配位，即日起褫夺封号，幽禁相府。16年恩宠，原是镜花水月。离光，你历劫失败了。是了，霍征不过是我离光仙子下凡历劫的一重身份，我的本体乃是9重天上执掌一方山河兴衰的神女。如今你是否要剥离凡躯，回归神位？师尊，再等等，我要亲眼看着没有我之后他们赖以生存的福运还能维持多久。这忘恩负义的人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他们自己选择的灭亡。也好，那便依你之言。爹爹，您劝劝陛下，姐姐当初尚不知情，不是有意霸占我福星身份的。晴儿，你莫要再为他说话。霍征她一个仆人之女，能够霸占享用你16年的福星身份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现如今该她为此赎罪了。小世子说的是，往后相府只会有晴儿一个嫡女，霍征，便让她在偏院思过吧。虽说是偏院，可实际上是一间漏雨的柴房，我的心底终究还是不免的伤感起来。谁能记那里花落些世界。郡主，您快吃点吧。你不害怕被我连累到吗？奴婢的命是郡主救的，奴婢不怕。郡主，外面都在传说阿晴郡主才是真正的福星，您是妖星，会带来灾祸，百姓们都信了，他们正在相府门口要香爷把您祭天。我万万没想到
他们竟会如此对我。一直关注着我的师尊，也忍不住开口了：“离光，你且看好了，待你凡躯彻底消亡之日，便是为师为你讨还公道、天罚降临之时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只有方冰每天偷偷送来一点残羹冷炙，吊着我的命。他甚至尝试去太医院求药，却被狠狠赶了出来。伺候妖星，自寻死路！透过破旧的窗户，我能看到曾经因为我仙力滋养而常年明媚清朗的天空，渐渐变得灰蒙。空气中的灵气不再温顺，开始躁动不安。我体内的信仰之力也因为人们不再信仰而快速消散。终于这一天，柴房门被粗暴地打开，一大群百姓冲进来，要将我带去祭天。烧死他！烧死他才能平息天怒！我如同一个木偶一般被他们架走。世间无解。不要！放开小姐！滚开！别被妖孽蛊惑！我被一路推搡着往街中央走去，那里将会是我庇护了16年的人们所搭建来报答我的刑场。有的人涌进祠堂里，曾经他们虔诚跪拜祈福的雕像，最终也被他们亲手砸得粉碎，仿佛要将我所有的痕迹都彻底抹除。当我来到街中央时，所有的百姓都激动了起来。他必须承担这一切！坏女人！打死你！你是大坏蛋！我还记得这个孩子，当年他得了重病，快要病死时，是他母亲在相府门前跪着求我。多谢郡主娘娘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而霍请他们此时似乎也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姐姐，希望你的牺牲能保大隐平安。最终我被处以火刑，恍惚间我又想起曾经所为他们做的一切。刚下凡那几年，为了让百姓们快点吃上饭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偷偷跑到农田里消耗仙机，使稻苗快速成熟。万事万物皆听我令，速速生长。第二天来到田里的百姓们看着田里金灿灿的稻谷，都惊呆了。我们终于有救了。那年黄河决堤，是我以自身仙力为业，加固堤坝，代价是昏迷半月。后来江北瘟疫，是我取心头血入药，谁仍记忆那里花若是世界。救活无数百姓，自己却元气大伤。虽然每一次都换来了百姓们更汹涌的感恩和信仰，可霍情的出现却轻易戳破了这虚假的繁荣。他只需掉几滴眼泪，诉说自己的苦楚，说自己才是真正的福星，就轻易获得了百姓们的信任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如他们所愿，让这大英王朝回到它原有的轨迹。看那天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离光神女执掌山河兴衰，护得他们16年国泰民安，以世人之义尽。如今这大隐的天该换了。随着我选择回归省位，顿时整个大英狂风不止，仿佛是天罚来临之前的前兆。大批的蝗虫涌入稻田，人们再怎么抵挡也无济于事。
怎么将霍征祭天以后还是没用？快去请霍星郡主上进探辟西天法！可作为凡人的霍晴，怎么可能会拥有沟通天地的能力？请求上天收回神法，让百姓们别再受苦了。怎么没用？不是说他才是真福星吗？腰怎么越来越大了？我星霍晴，请求上苍息怒，收回神法，收回神法。怎么会没用？怎么会没用？世间无解。传出去，阿晴为抵抗妖法，身受重伤。大家一起去将妖星的尸头抓起来，为霍晴郡主报仇！一个狗腿子！妖星能做法，定是他在暗中相助，他也是妖，一定是他勾结了邪祟，只有重重惩治他，上天才会息怒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郡主她不是妖，一定要严惩他！现在就将他祭给上天，平息天法。最终，这个心思纯净的小女孩，还是受到了他们的惩罚。公主，我随你去了，我终于解脱了。走吧，跟我走吧，跟我回天上去。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。尘缘已了，离光，欢迎回来。可惜方斌的死并没有让他们得偿所愿，反而让天罚更加严重。京城的粮仓被狂风暴雨冲垮，所有的粮食都跟着洪水离家出走了，人们在泥泞里哭嚎。当晚，云游3年的国师终于步伐踉跄地赶了回来，他直奔相府而去。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谁让你们动他的？霍征才是紫微星。国师远道归来，怕是累糊涂了。晴儿才是相府嫡女，霍征不过是当年被调包的。嫡女，血缘算什么？当年关星、紫微星落于相府，我可没说是霍家血脉。是霍征降生那一刻，福星才真正与大印气脉相连。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你们烧死的是大印的气运。百姓们不知何时围在了相府内，国师的话像炸雷一样在人群中传开。难不成霍征才是？至于霍晴，他若真是福星，这狂风暴雨为何不停？这蝗灾旱涝为何接踵而至？是霍征的仙根压得住邪祟，如今他没了，你们以为换个所谓的嫡女，天运就会买账？也不可能！我是老糊涂了，妖星就是妖星。国师休要妖言惑众，晴儿才是佛星。上月我北京巡查，被毒蛇所咬，腿生恶疮，腹骨渐进，太医治不好。是晴儿守在我床前落泪，她的眼泪滴在床口上，那腐肉竟一夜之间生了心机。这不是福星之力，是什么？萧大哥，别说了，或许只是巧合。不是巧合，晴儿，
你不必自谦，你的善良和福气，我亲眼所见。这一路，我会护着你走完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！不心丧，天罚至，大隐气数已尽。天宫中，我看着萧红深情款款的模样，只觉得荒谬。其实当初不过是霍晴见萧红病重，便假意哭泣，那几滴泪落在她伤口上时，我恰好用仙力逼出了她最后一丝余毒。没想到她竟把这当成了霍晴的福星之力。又过了几日，恐怖瘟疫卷土重来，这一次的病毒比之前更烈，感染之后不出3天便会身亡。百姓们纷纷聚集前来讨要说法，最后竟直接破开相府大门冲了进去，将霍晴和萧红围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儿染了瘟疫死了。你要是福星，怎么不救他？我家的麦子全被蝗虫啃了，你倒是让他们飞走啊！都住手！晴儿只是还没适应，她是福星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有办法，再让他试试啊！说好了，让他自己证明。清楚，快说清楚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得了瘟疫的人在所有人面前当场发病离世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个骗子是他害了我们，我杀了你这个假福星！晴儿，晴大哥，你怎么样？你别死啊！为什么你的眼泪怎么没用了？这一刻，终于真相大白了。是活着，活着才是真正的福星。是我们亲手害了霍正郡主，我们忘恩负义，对不起他。我看着他们迟来的醒悟，只觉得感慨万千，一切都太晚了。霍晴的好日子在真相被撕开的那一刻彻底到了头。不是我，是他陷害我，而他也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。造死他！用他的血祭天，求郡主赎罪！火焰升起时，他惨叫声凄厉无比，却没一个人觉得可怜。第二日，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，一砖一瓦地重建我的长生祠。这一次用的是最好的白玉，香火比当年更盛，日夜不断。丞相和他的儿子也来向我磕头道歉。阿长，是爹爹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妹妹，哥给你赔罪了。而萧红则拖着他未痊愈的身体，将当年我亲手编的定情信物还给了我。阿长，对不起。百姓们更是家家户户供着我的牌位，每日3跪9叩，祈求风停雨住，瘟疫退去。可天罚丝毫没有停歇，瘟疫还在蔓延。蝗灾铺天而来，啃食了所有能吃的植物。
黄河再次决堤，冲垮了半座京城。他们越是祈祷，灾祸来得越是凶猛，仿佛天地都在嘲笑他们的后知后觉。声音在天空中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我看着那座金碧辉煌的新祠堂和那些痛哭流涕的人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又一场暴雨倾盆而下，好巧不巧的，直接将刚修好的祠堂冲垮了。跪在雨中的百姓们只能发出绝望的哭喊：我请郡主，你回来啊！我们知道错了。我站在九霄之上，看着这场可笑的闹剧。他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他们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人远比霍晴他们可恶10000倍。不到1年，北京宋国入侵，他们一路横扫，无人抵挡。最终，大印王朝宣布灭国，丞相和他的儿子被宋国士兵将领们围剿，下场凄惨。萧红意外感染了瘟疫，寿命只剩不到3天。国师则直接疯了。而我，离光神女，长生不死，神位永恒。偶尔休闲之际，我从云端往下看，那片土地早已杂草丛生，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和一个关于福星的传说。